人通过任务得到力量后的第一件事，竟然就是要背叛江北北高，加入江北东高。韩载和问他背叛北高的理由是什么，赵云表示自己认为东高可以完美的统一江北。韩载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难道是跟姜世灿的关系不好吗？韩载和当然欢迎北高的叛徒，如果让赵允当间谍的话，事情就会变得很轻松。但韩载和在赵允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，他很快就做好决定了。韩载和拒绝了赵允的提案，因为他身上那种糟糕的感觉让韩载和连手都不想跟他握。江北东高会统一江北，但不是跟赵允一起。韩载和认为自己完美击中了赵允，他应该站不起来了吧？可赵允却使用恢复斗重新站了起来，他冷冷道：“你会后悔你的决定。”赵允开始使用跆拳道攻击。韩载和从姿势上看，他应该练习过很久的跆拳道，但他还是感觉赵允很弱。经过一番交战后的韩载和看出来了，赵允这家伙没有打架的经验，那么这就是属于韩载和的胜利。随着徐东铎一声令下，江北东高的兵力顿时一拥而上。直恩和明白对手的人数很多，难道北高就要这样结束了吗？可这时却有一人飞身踹向东高之人。姜世灿让朋友们不要放弃啊，因为我已经来了。姜世灿的特长是泰拳，徐栋卓立刻下令围攻江北北高的首领。反正那家伙也只有一个人，但东高的人根本追不上姜世灿的动作，普通战力甚至撑不住姜世灿一击。突然出现一个强悍的拳头打向了他。东高最强战力严昌雄大吼：“我们又见面了！”姜世灿也认出了他就是严昌雄。战斗中的严昌雄略处于下风，但不管姜世灿再强，只有一个人还是什么都做不了。但他面对围攻也不会放弃，因为姜世灿要统一江北，他不能让江北被东高这些经营娱乐场所的家伙们抢走。然而这时处于劣势的姜世灿却笑了起来，他问韩载和现在还这么悠闲吗？下一秒东高的小弟就急忙汇报北高攻过来了，丹尼尔跟姜硕结盟后攻进大本营了。严长雄没想到丹尼尔竟然成功怂恿了姜石，他问韩载和现在该怎么办。韩载和果断下令撤退，他明白现在继续打应该可以解决姜世灿，但就会失去地盘。没算到江北南高是韩载和的失策，江北东高撤退后，姜世灿问大家都还好吗？可眼前的一幕令他感到奇怪，因为在场的其他干部似乎都成了赵允的手下。姜世灿不明白这短短的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赵允又到底是什么人？不久后，赵允来到体育馆锻炼，他能感觉到韩载和很强。赵允意识到自己缺少打架经验，虽然可以利用复制云累积经验，但也有极限。赵允开始思考要怎么做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打架经验，而完成与复制云一起训练任务的他，再次得到了一张金卡跟一张银卡，这次分别开出了迎接卡牌和3分球技能。赵允疑惑迎接卡牌是什么意思，他立即开始使用迎接卡牌，随后一张恢宏的挑战者卡牌便出现在赵允身前。在得知可以提问后，赵允当即就要提问。很快挑战者卡牌内便传出一道男人的声音，在得知他就是发布任务的人，赵允问他为什么选择自己，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最后一项任务。赵允又问还有其他人在接受任务吗？得到的回答是目前没有，之后可能会有。赵允能感觉到说话的男人对自己有所防备，他淡淡道这不是正常的问答方式，希望这次的提问你可以真诚回答，这样我才能配合你。所以最后一项任务到底是什么？男人承认自己对赵允有所防备，他们之间还没有信任可言。男人给赵允的第一个目标是统一江北，这只是所有事情的基石，如果赵允做到了，男人就告诉他最后一项任务是什么。那么赵允冷冷道我知道了，我将会统一江北。体育馆内的其他人关心地问赵允还好吗？他使用挑战者卡牌后，在其他人眼里就是睡着了的样子。赵允让其他人不用担心，他越来越好奇最后一项任务是什么了。为了统一江北，赵允必须成为老大，如果他在姜世灿手下就会浪费很多时间，所以赵允现在要向姜世灿借用兵力。他问姜世灿要把江北统一推迟到什么时候？目前正是适合扩张势力的时机，北高再不动手就是把机会让给南高跟东高。赵允说的虽然没错，但姜世灿很好奇，你为什么突然开始对江北统一这么关心？赵允淡淡回答，因为感觉很有趣。丹尼尔认为这个想法不错，现在确实不能再把扩张势力这件事推迟，把兵力借给赵允后，其他人也要行动了。既然丹尼尔都这样说了，那姜世灿也答应会把兵力分给赵允。不过他很好奇赵允要把兵力用在哪里，而赵允的目标是江北西高，因为他要远离姜世灿才有机会成长。在那家伙的监视下，赵允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江北北高的兵力与江北西高展开混战，赵允的支线任务也更新为征服江北西高，并且因为聚合郡对江北统一不感兴趣，所以赵允可以轻易扩张势力。不过裴鹤仔有件很好奇的事想问赵允大人，这个蒙面的男人是谁？他一个人就横扫了江北西高。赵允本想应付一下就离开的，可任务却在这时更新了。最后一个任务是打赢聚合郡，奖励大师卡1张。而在得知赵允要解决聚合郡后，裴鹤仔急忙表示聚合郡很强，他能独自一人守着江北西高都是有原因的。然而不败战神已经出现了，江北北高的人顿时流下了冷汗，江北西高的士气立刻大振，因为不败战神聚合郡出现了。李贤东兴奋大吼聚合郡学长为了统一江北动身了，聚合郡却让他别误会自己对统一江北没兴趣，他不知道赵允为什么要攻击处于中立的西高。裴鹤仔立刻冲上去挡住了聚合郡，他想拦住聚合郡让赵允大人先逃跑，但裴鹤仔的力量在聚合郡面前太弱了。聚合郡平生道真是垃圾，他问北高的同学就靠着实力也敢攻进来吗？
那现在聚合俊也该让他们付出攻击西高的代价了。聚合俊问赵允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，一道身影突然飞踢向他，聚合俊能感觉到这人很强。西高的人惊讶，竟然压制了聚合俊学长。那个蒙面的人到底是谁？原来不久前赵允说自己要去西高，在那之前他希望丹尼尔可以先避开一下。姜世灿疑惑，你有什么话要单独跟我说吗？然而赵允没有回答，只是召唤出了傅志云。所以现在这个实力强大的蒙面人其实就是姜世灿。赵允只要操控他就可以破解所有任务。开始认真起来的聚合俊问对方到底是谁，他可没听过在江北还有这种家伙。而赵允今天势必要拿到大师卡牌，打在聚合俊脸上的拳头十分有力。他意识到对方是学过格斗技术的家伙，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是什么格斗技。但经过几番交手后，聚合俊看到了泰拳的影子，如果距离被拉开就会对他很不利，所以只能由聚合俊来逼近对方。可蒙面人却突然打出了肘击，聚合俊暗骂该死，自己的意图被看穿了。西高众人惊讶，聚合俊学长竟然被压着打，他们猜不到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。聚合俊明白这次的对手很难缠，只要他拉近距离，蒙面人就会使出肘击，但距离一拉远，蒙面人就会用劈腿。不过既然如此的话，聚合俊明白方法只有一个，他要封印蒙面人的脚来维持距离，致使对方打不出肘击。在适当的距离下，聚合俊能用出自己的全力，眼看他就要成功终结蒙面人。赵允却使用发动偷袭击飞了聚合俊，他没想到连姜世灿的傅志云都会被打退，难道还是因为经验值比不上姜世灿吗？不过反正赵允的任务只是打赢聚合俊，所以他才不管卑不卑鄙，只要能打赢就行。聚合俊因为赵允的偷袭受了重伤，所以解决他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可这时小弟却传来了姜世灿的撤退命令，原因是大队目前处于劣势，所以要求兵力支援。江北西高的众人也围了上来，是要保护聚合俊学长。任务弹窗也在这时提醒打赢聚合俊的任务完成。江北西高的支援军出现了，照这样下去，赵允这边的情况也会变得不利。既然任务已经完成，那他也不想浪费时间。得到大师卡牌的赵允下令撤退，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后，赵允开始复盘。通过这几场战斗，他意识到了打架不是全看能力值，赵允现在需要的是打架经验。他有些好奇新得到的大师卡牌是什么，可以打开异世界训练场是什么意思。赵允没有犹豫，立刻开始使用卡牌。随后任务弹窗提示，异世界训练场的时间流速会比现实时间慢很多，在这里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只是跟读书是一样的东西，难免令赵允感到失望，毕竟这可是大师卡牌。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了提示中的重点，既然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话，那么赵允把傅志云召唤了出来。他为了累计打架经验，愿意在这一片黑暗中待半年。因为任务弹窗发布了跟傅志云一起训练的任务，并且奖品会随着训练时间不同而不同。1个月后，姜世灿正站着窗前想事情。程一天好奇学长你在想什么，这么认真啊？难道是在想中午要吃什么吗？姜世灿无奈这不重要，他问自己交代给程一天的事情怎样了。程一天表示赵允还是没来学校，他疑惑姜世灿为什么那么关心赵允，可姜世灿却突然对程一天说，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，你要好好听丹尼尔的话。就在程一天惊讶他在说什么时，有小弟来汇报了，因为赵允又出现了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他好像哪里变了，头发和身高似乎都变高了，气质也变得像个大人。虽然现实只过了1个月，但赵允在异世界训练场中跟傅志云对打了半年。同学们惊讶他是用类固醇了吗？身材也变好了。现在到了赵允认为一切都要开始的时机了。程一天还在因为姜世灿刚才的话问他是生病了吗？赵允直言自己有话要跟姜世灿你说。那么姜世灿让程一天先出去一下吧。程一天虽然好奇他刚才为什么说那样的话，但还是乖乖离开。姜世灿称赞赵允的氛围变了很多，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但赵允却冷冷打断了他的话，我对你的眼神很不满，就是你那认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，充满着信念的眼神。赵允在异世界训练场忍受黑暗半年后，得到了最多让10人陷入洗脑状态的洗脑之绳，他当即对姜世灿使用洗脑之绳。而在这不久前，姜世灿就对丹尼尔说过自己可能会出事，虽然他也说不出为什么，但就是突然有这种感觉。丹尼尔只觉得他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，可姜世灿却借着说如果自己出事就先怀疑赵允。这件事解释起来很复杂，姜世灿明白自己说了丹尼尔也不会相信，他希望丹尼尔能答应自己一件事，如果我出事的话，程一天就拜托你了，交给你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守护一天。而当赵允开始使用洗脑之绳后，姜世灿疑惑那是发圈吗？任务弹窗提示洗脑之绳使用失败，因为对方阵营中有比自己头脑等级更高的人。丹尼尔疑惑，你们2个男人这样真可疑啊，我妨碍你们的友爱时间了吗？姜世灿无奈，你这疯子说什么呢？只是赵云有话要对我说，不过现在丹尼尔有关于韩在河的事情要跟他说。那么赵云对姜世灿说，我们之后另外找别的场所聊聊吧。他决定好地点跟时间会再告诉姜世灿。最后赵云表示，我会一个人等你。当天晚上，林泰亨被叫了出来，因为池恩亨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人，而就是从那天开始，那是武强见到赵允大人的第一天，他们就跟着恶魔一样对赵允大人宣誓了忠诚。没有人知道原因是什么，跪在地上的他们只觉
觉得理所当然。在那之后，赵允就来到约定地点等待，姜世灿也如约而至，因为他也想单独跟赵允见面。姜世灿问赵允到底是什么人，他让赵允都到这里了，就不要装蒜了。而赵允感觉跟姜世灿说应该也蛮有趣的，他直言自己得到了力量，那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。我也不知道这种力量怎么会来到我身上，不过这让我的生活变得很有趣。你想想看吧，姜世灿，你不觉得组员们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吗？这都是因为有那股力量，只靠一只手就可以操纵对方的思想。除了丹尼尔外，你的部下已经全部被我控制了。下一个就是你姜世灿，巨大的力量想要你，我要吃掉你后得到更强的力量。姜世灿没有对赵允这番接近于疯子的话发表看法，他就问赵允一件事：只要我打赢你的话，你就会停止吗？姜世灿不管赵允得到了什么力量，但他不能就这样放任赵允，因为这是姜世灿的本能告诉自己的。可令他惊讶的是，赵允竟然挡下了自己的攻击。要知道，就在不久前，赵允还完全是个毛头小子的战力，现在他让姜世灿好好抱着希望吧，因为这样赵允会觉得更有趣。如果姜世灿赢了，他就会失去力量，但赵允只有这种程度的话，姜世灿有能打赢的自信。他的重拳狠狠打在赵允的脸上。姜世灿是情况越不利就越有斗志的人，但他弱到让赵允吓一跳。看来结局已经注定了。赵允在异世界训练场里挥出了数万次拳头，也踢了数万次的腿。现在他有件事情要告诉姜世灿，洪之光在死之前都一直在找你。姜世灿已经不是赵允的对手了，不过赵允让他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最后的下场不会跟洪之光一样。姜世灿难以置信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而吃掉他才只是赵允真正的开始。赵允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丹尼尔，虽然那小子很麻烦，还有姜世灿三人组里的另外一人赵允也要处理掉，但他们就是姜世灿的一切。眼看赵允就要开始对他使用吸星大法，然而情况却没有按赵允的预料进行。任务弹窗提示姜世灿的潜力开始暴增。赵允不明白刚刚的视窗是什么意思，姜世灿又是突然从哪里来的力量？赵允这才知道还有自己不知道的系统，他不明白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这时的姜世灿已经完成了觉醒，他沉声问赵允：谁准你随便动我的人？我负责你动我的人，就算我的身体被撕裂，也要带着你一起走。守护我的人就是我巨大的力量。另一边打不通姜世灿电话的丹尼尔感到奇怪，他打算去找找看那小子。赵允没想到竟然还有觉醒这种东西，他实在是感到有趣，并且为了守护而再次站起来，也令赵允非常不理解。姜世灿怒斥：你这家伙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守护。赵允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变强了，个人耐力也同样如此。姜世灿的各项能力值都变强了。赵允明白这样下去自己的任务就会失败，他必须要想出可以打倒姜世灿的办法。赵允让姜世灿不要太嚣张了，他开始使用发力，可姜世灿竟然避开了。他能感觉到赵允乱了，因为赵允现在看起来很着急。姜世灿能感觉到赵允的呼吸跟氛围，都知道自己会输。姜世灿让赵允放弃吧，胜负已经分出来了，你的计划会在这里结束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什么都做不了。赵允不愿相信自己就这样输了吗？一切都要这样结束了吗？姜世灿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击了，在解决赵允之后，他也会倒下，因为姜世灿的觉醒技能是同归于尽，效果是把自己所有能力值都转换成力量后，用全身力气给出致命的一击。赵允的整个身体都被这一击打飞。任务弹窗开始发出警告，做出给姜世灿主线任务将会失败，失败将没收这段时间得到的全部奖品，以后也将不会再出现任务。赵允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，姜世灿宣布他输了，因为他没有要守护的人。赵允平静的心想，是自己输了，任务也要结束了吗？突然赵允反应过来不对，他不能回到过去那种无趣的生活，赵允绝对不能回去。他怒斥姜世灿闭嘴。任务弹窗提示赵允的潜力开始暴增，他的潜力在绝境中也觉醒了。赵允好不容易才开始有趣的生活，他绝不愿就这样结束，就算难堪也没关系。赵允怒吼：拜托你快倒下吧！他的觉醒技名为狂热，效果是连打成功越多次，就会累积越多能量，增加伤害。赵允开始全力攻击，是要让姜世灿倒下。最终姜世灿还是扛不住了，但他让赵允不要觉得自己赢了，这一切都还没结束，一定会有某个人出现，然后那个人一定会阻止你这个恶魔。赵允冷冷道：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打倒姜世灿的任务终于是完成了，而四处寻找姜世灿的丹尼尔终于听到了声音，可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幕却十分恐怖，因为赵允已经开始对姜世灿使用吸星大法，姜世灿的生命力开始流失，直到他的生命力所剩无几后，赵允才停止了自己的吸星大法。那天丹尼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允夺走了姜世灿的生命，而因为害怕，所以丹尼尔什么也无法做。在那之后，北高的人就听说姜世灿学长出事故了，不管是医生还是警察都查不出事故原因，而赵允则直接接管了姜世灿老大的位置，因为这是所有干部一直通过的决定。从那之后，赵允就成了江北北高的王，最终却还是被金秀贤打败了。赵允无法忍受这无趣的生活，他承认是金秀贤赢了，但也仅此而已，因为赵允从不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。临死前，他唯一感到可惜的就是自己本可以继续玩，本可以更有趣。